晚黑7點，街頭人群湧動，車輛穿梭，成條街都俾煙火氣激活晒。各間小食店裏面嘅大廚忙到不亦樂乎，佢哋就好似有3頭6臂，以嫻熟嘅技藝，快速又靈活咁操縱住各種食材同炊具。這邊呢是我們主要是以炭火為主，炭火跟海鮮。那這個傳承呢是來自我爺爺呢，然後傳到我爸爸來裡面做，然後接下來就是我是第3代的傳承。如果人潮一直在來的話，我的極限是500盤，1個小時大約100到120左右。1個鐘頭炒出100到120份粿條，粿條喺爐火同鐵鑊中翻飛，手藝喺鑊同火之間舞動。呢個唔單止係份量嘅追求，更係對技藝嘅極致展現。因為他是新手，現在呢，他欠少了，在火勢裡面還不大控制得嚟。攞我哋嘅經驗嚟講啊，就炒成大鑊，亦不咗起嚟，滾香樹5分鐘，味道俾啲粉吸收咗入去。炒大隻嘅時候啊，火鑊啊，同埋我哋火候啊，撈中要配合。呢啲嚟講啊，係我老豆以前做出嚟嘅。喺炒粿條嘅世界，唔一樣嘅家傳手藝就有唔一樣嘅鑊氣同味道。呢個係纏綿喺爐灶中嘅100年家族歷史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。來，要吃打包來，要辣椒嗎？要加料嗎？下咕嚕來料哈。不要。好，做。來，我殺養生，按個地板給一碗。就等下他做棒白菌蛋，這個蘿蔔不要辣，蘿蔔不要辣。爆料給我2碟普通，2碟不要料辣椒油。最忙碌嗰陣，媽媽羅月亮要做總司令嘅角色，佢高效咁完成落單、派單、分配食材、記帳同收錢等多項任務，眼神犀利，關注攤檔內外動態，耳朵迅速捕捉客人嘅需求。呢個係生活磨礪出嘅能力啊！他這樣是怎樣？他沒有頭髮，還是穿什麼衣啊？是男還是女啊？自己要記哦。就係講嚟到度一味記一味記一味記，記下記到而家頭咁大粒咯。有嗎？有嗎？有打理嗎？有嗎？沒有嗎？哦。你覺得有？來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靠住一部手推車同一份老手藝，喺汕頭街屹立半個世紀不倒。呢個要得益於爸爸對炒粿條火候嘅獨特掌控，以及對顧客口味嘅深入了解。食咯，10多年啦，辣椒多，半生熟雞蛋，炒比較濕的。這個他講1包，他就知道。每一個熟客仔嚟到愛食乜嘢都好，我哋認住。所以講你一炒啱佢哋口味，就100%先講好食啦。下雨啦，下雨啦！晚黑8點。汕頭街嘅喧囂同繁華被突如其來嘅大雨打斷咗，人群快速散去，繁忙嘅景象喺雨水沖刷底下亦慢慢退去。本來很多人的，你現在看到這邊全都是，要麼就車，要麼就沒人。外面桌子上都是沒有人的，很乾淨。來，有什麼來？看什麼來？就是這樣哦，下雨，沒有辦法，下雨就沒有人的路邊。還有沒有？沒有啦。我費用收到。收單了。近幾年，汕頭街4大天王嘅第2代繼承人已經慢慢淡出食客嘅視線，第3代繼承人陸續上崗。喺過去100年裏邊，華僑祖輩為咗養家糊口，將手藝代代相傳。時至今日，古早味濃厚嘅老廣味道已經成為異國他鄉最受歡迎嘅特色美食。點解我會翻嚟？首先係因為我老豆同埋我媽子就喺呢度企咗好耐，佢哋都希望有人可以接替佢哋嘅付出。他接手我很開心啊，不會心疼啊。下一代 continue 啊，是很好的。如果他沒有接手哦，就浪費咯，會心疼啊。我好有信心俾阿珊妮接咗手，變咗我同我女人2個變咗清閒啲，該四周圍啊去行啊，呢啲就係我哋嘅家庭嘅目標啦。回家啦！今天辛苦到依家，周身煙啊，真啊怕怕，
家下乜嘢都假，炒粿條，鏘咚鏘咚鏘，真香，鏘咚鏘咚鏘，香味隨風到處飄。檳城，馬來西亞第3大城市，華人佔比最高嘅州府，好多華人祖先喺呢度繁衍生息，留低咗豐富嘅中國文化痕跡。檳城因為歷史文化同美食而聞名，而喬治城內嘅老街區更加係呢一座城市嘅魅力所在。是網絡上搜尋的，對，就是檳城這裡有名的。這裡聽說最有名是4大天王嘛。最好是其實檳城就是炒粿條啊。喺喬治城隱藏住一條以美食著稱嘅老街——汕頭街。汕頭街係馬來西亞唯一一條以中國城市命名嘅街道。就算當年被改名叫金巴利街，但係倔強嘅潮汕人100年嚟都堅持叫佢汕頭街。炒粿條、亞洲果子，然後這裡一個粿條湯也蠻出名的，然後還有西果湯。日頭汕頭街悠然寧靜，得一家茶室喺度營業。但係隨住夜幕降臨，汕頭街所有美食攤販都瞬間甦醒。老細同埋一個前老細差唔多有60年嘅。爸爸炒了，在呢邊炒了40多年。我哋63第3代。入口即化嘅天王雞腳粿條湯，濃郁嘅鴨竹果汁，冰鎮嘅四果湯，同埋連家嘅炭爐炒粿條，被譽為汕頭街嘅4大天王。喺呢條老街上，家族手藝代代相傳，幾乎每一個美食攤位都經歷咗半個世紀嘅沉澱同傳承。OK。上午9點，連俊山一早就起咗身，同爸爸約好去到10公里外嘅市場。今日同以往唔同，坐喺摩托車後座嘅太太換成咗個仔。你要看他的蝦頭，如果他蝦頭新鮮了，他沒有黑點。連奕祥帶住阿仔嚟到市場，就係想鍛煉個仔挑選食材嘅能力，同時等合作多年嘅供應商識下自己嘅接班人。Mr. Hin， 早，你好。今天有什麼介紹？給我的第3代，讓他多一點的知識。你們特定的粿條，那特定的辣，你的辣椒也是手工，我們特別做的啦。這個阿hin安哥呢，是他的爸爸跟我的爺爺幾十年有來往生意的夥伴，所以我們大多是稱呼兄弟。一間鋪頭，一種手藝，延續傳承幾代人。相互之間早就唔係買賣交易嘅合作關係，而係家族之間嘅兄弟情誼。Thank you， 阿哥軒，以後有需要你的請多關照啊。Thank you， 阿哥軒，唔該晒。得閒啦，我哋鏘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喺過去3個月裏面，除咗學點樣去揀食材，連俊山仲要每日跟住媽媽身邊學點樣處理食材。那時候孩子有在，叫孩子幫忙咯，孩子不帶我們2個咯。現在3年要備歐啊嘛，3年備歐啊，需要做了咯。他就天天做。連俊山有5個兄弟姊妹，佢排最細。勤力節儉係連俊山對爸爸媽媽最直觀嘅評價。過去40年，父母只係憑住一個炭爐同一個炒鑊，唔單止養咗一家7口人，仲令5個細路都接受咗高等教育。我同你講啦，你阿爸已經老啦，不如你翻嚟接手我阿爸留落嚟嘅攤檔炒粿條，繼續宣傳做落去。媽咪，爸爸麵都拿沒有？拿了。走。沒有。沒有啊。平時咧呢度好多嗰啲鴿飛來飛去嘅，嗰隻係一堆麻雀。我作為一個南方人，大家喺北京咧都可以講係扎根啦。好似雀仔咁遷徙，生活總係喺第二度。古志輝廣州番禺出世，16歲孤身去香港，開啟廚師生涯，扎根粵菜20年，
隨後去日本一家高級粵菜餐廳做咗4年總廚。46歲調任返到北京，呢個係古志輝60年嘅人生寫照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見識同埋學習嘅，亦都唔中意咧喺一個地方咧逗留太長時間。蒸魚最考驗粵菜師傅嘅基本功，東星斑就係高檔粵菜宴席上嘅常客。古志輝嘅處理手法別具一格。因為呢個大骨呢不容易熟，有骨頭呢吃起來也不方便。這個魚呢處理好了，砂鍋可以蒸啦。撒鹽、抹油，保證魚肉蒸製後鮮嫩可口，呢個係普通技法。但古志輝嘅操作顛覆常人嘅經驗，唔用蒸箱，改蒸為浸。以前香港70年代初叫一班廚師叫佢嚟擺酒，呢叫到會。我有10圍嘅要蒸魚嘅，即係冇咁多蒸箱。咁個廚師咧諗到咧條魚咧就燒大鑊水嚟浸熟佢。嗰條魚咧啲厚薄均勻啊，嗰啲水咧仲要起個水眼嘅。咁我覺得當時嘅廚師咧好有智慧。相比用蒸汽加熱嘅傳統烹飪，熱水令魚嘅每個部位均勻受熱，快速封鎖汁水，魚肉更為嫩滑。玩轉後廚，古志輝嘅創新花樣繁多。粵菜中嘅湯俾佢包上咗一層薄薄嘅皮。其實呢個龍蝦湯包咧，靈感咧就喺個傳統嘅粵菜灌湯餃。將原隻龍蝦同其他海蝦敲碎，再落鑊煎出油脂同香味，最後加入清水煲成濃湯，冷藏後呈啫喱狀，再將濃湯啫喱同花膠、鮮蝦撈勻做餡料，將包好嘅湯包放入碗裏面蒸熟，一個半透明、晃動住鮮美汁液嘅花膠龍蝦湯包出爐啦！篤穿包嘅外皮，花膠同龍蝦濃湯湧出嚟，睇一眼食指大動，試一啖鮮美至極。京城餐飲江湖競爭激烈，古志輝如履薄冰，時刻唔敢放鬆。喺70、80年代，粵菜咧一定要大碟夠體面，客人先至覺得係滿意。但係依家就追求精緻、健康、時尚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做廚師咧都有與時並進，先追得上個潮流嘅。古志輝嘅餐廳後廚唔單止菜品海納百川，就連人都係五湖四海。睇睇先，有廣東，有內蒙古，有荷蘭、河北。還有安徽，整體吃安徽菜，你吃這個粵菜，你覺得好不好吃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就是不懂吃。我覺得這個菜呢，每一碗都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間。好幸運，以前跟過好多香港嘅老師傅，好多古法嘅做法，做唔同嘅粵菜。依家將粵菜傳承，令到年輕廚師能夠接得到，推向全國，推向全世界。古志輝嘅粵菜餐廳從北京開到西安、成都等地，雀仔又再展翅高飛。粵菜手藝唔單止令當年嘅懵懂少年有咗安身立命嘅根本，亦成為佢走南闖北嘅底氣。雷公山聳立喺苗嶺山脈之中，2000米海拔嘅高度，令佢成為長江水系同珠江水系嘅分水嶺，亦成為咗粵菜南征北戰嘅驛站。好久沒出去玩啦，所以玩到按喇叭。這個路線永遠是跟着美食一樣的，對啊，哪裡有好吃的就去哪裡。對，哎，下個雨就是嘛，太好了，全部是青苔。喺貴陽擁有8家餐廳嘅大廚宋德新同好朋友朵朵，一得閒就向野外跑，既係為咗要揾原生態食材，都係要向老鄉學整當地菜。哎，這個米酒喝一下，好香啊！好香，你倒一下。不，帶點給這。
苗家人嘅蘭門好酒都攔唔住兩個人嘅腳步。門前有塊地，有菜場，有魚塘，太幸福了。他們羨慕我們，我們羨慕他們。我抓住自己。嚟自湛江雷州嘅宋大廚見到山野之物，彪悍氣質自然流露。熱情好客嘅當地人用一圍火鍋款待貴客，清水做湯底，辣椒做蘸水，煮一切食物。呢個係苗家人最常見嘅烹飪方式。宋德新試過美食，更寄養難忘，約定老鄉一齊切磋廚藝。第二日，攀爬住1800米海拔嘅高山，宋德新同朵朵開始尋找食材。誒，這12根呢？哦，這就是我們在那個餐廳煮來吃的。宋德新入行30年，喺廣東10年練就粵菜功底，然後扎根貴州20年，一直堅守粵菜8字心法，就地取材，本味為先。到處都是好東西啊！找我先把木醬汁找了。OK。喺農村長大嘅宋德新對野外有一種熟悉嘅喜愛，常年帶住相機喺貴州各地採風。呢個房子好漂亮啊！你沒有木醬汁哈？好嘞，待會我拍張照片啦，好美。我高2的時候跟我媽去做地盤小工，沒想到我媽工作那麼辛苦，我就退學去打工了。後來湊了很久的錢，才買了相機自學攝影。再後來聽說大廚工作很高，就跑去學廚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啊！哇，好香！你平時用木姜子來做什麼？天氣有點熱的時候，放點木姜子在菜裡面，它就不變味了。哦，它防腐。是。木姜子又叫山胡椒，集香、辣、麻於一身，可以驅寒去腥、提味增鮮。宋德新唔單止揾到咗貴州人熟悉嘅味覺基因，對今日嘅主菜亦靈感乍現。我們可以吃一隻羊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等一下殺隻羊哈，養的這種味道看。好。絕對好，你看嘛，這麼好的空氣，這麼好的溪水，這麼好的草，怎麼可能不好吃嘛？阿姐，哎呀，差點迷路啦！坐。喺老朋友阿吉嘅屋企，宋德新如願向老鄉學習庖丁解羊。炒羊必需要大火猛攻，快速翻炒，各種香料嘅氣味被逼出嚟，最後必須加埋別汁，先算係大功告成。呢味菜苦涼回甘，貴州人篤信佢可以健胃清火，增進食慾。喂，太美啦！喺藥食同源嘅料理思路上，廣東人同貴州人達成高度共識。朵朵，你今天會負責把羊腸烤嚟吃哈？我都沒有幫我姑娘編過頭髮，幫羊腸編個頭髮。哇，爆漿啦！宋德新野外煮飯，無論係食材定係餐具，都係順手拈來，就地取材。這有搓前炒，這真的靠山吃山啊！苗家必備嘅酒壇，成為宋德新奇思妙想嘅煲湯容器。它酒是活的嘛，它有微生物在這壇壁上面，經過溫度了之後，微生物跑出來和做湯啊，融在一起啊，比那味精味鮮啦。我們平時做菜不放味精。車前草放入瓦煲裏邊煲好，再加入酒壇，將羊肝、心包血滾熟，再用酒壇嚟保溫，就可以保持肉質嫩滑。我嘗一下有味道。宋德新嘅鄉下湛江以白切菜式聞名，佢將羊腩成塊放入粥水裏邊，再加羊肉同柴胡入去，煮半個鐘頭。將羊腩攞出嚟，放到清涼嘅溪水裏面浸泡。呢道菜係佢送俾老鄉嘅一個驚喜。
那个白银猪手就是丢在水里面，忘记了之后就不断的冲，就成了这个名菜哈。来，哦吼！好山好水提供咗原生態食材，少數民族沉澱咗各具特色嘅烹飪技法。宋德新從呢度吸取美食養分，滋養自己嘅職業生涯。我們家好像之前都沒有。就白切啊，對對對。用米湯嚟把羊肉浸熟了，這個做法也是我今天想出來的，臨時發揮出來的。我們回到城裡面吃不到這麼好吃的，我巴不得天天往鄉下跑啊！你還要把方法教我，隨時沒有任何問題。感謝感謝。爸爸，啊，晚上好晚上好，給你煮的麵啊！黔東南之旅盡興而歸，貴陽屋企嘅女早已經準備好咗宵夜。對，一坨了。好不好吃嗎？應該好吃。我爸做大菜比較好，但是煮麵條很黑暗的。好吃。老爸，你是不是又禿了？又禿了。哎呀，老啦！旅途嘅疲憊俾個女一碗麵撫平。不過採風歸來嘅宋德新第一時間唔係返到餐廳廚房。任何行業裡面，審美非常重要。我在繪畫裡面會找到很多。我希望廚子它是一個很美的職業。學畫畫4年，為宋德新帶嚟嘅唔單止係精神上嘅愉悅，亦為自己餐廳打上咗獨具風格嘅美學烙印。一個好的作品，你放在這個空間裡面，它可以瞬間把你這個空間收留下來，讓整個空間不孤獨。喺廣東成長學藝，到貴州創業成家，一條珠江串連起兩個省份，亦串連起宋德新嘅尋味人生。2016年，外交部舉辦貴州省全球推介會，宋德新帶領團隊39日行雲貴州，採集過百道菜肴，並最終選定21道黔菜展現喺外賓面前。其中酸湯係黔菜嘅代表性美食，宋德新沿用傳統食材，另一道家常菜變身成為優雅西餐。當時是有個規定，不能端到湯上去，所以呢，我們就要變。我覺得粵菜給我的是一個很好的功底，就是羹的做法，然後我們在裡面加入定放了，它就半凝固的狀態。因為外國的朋友呢不止一次的，所以呢我們就必須要把魚的肉拆出來。用鄉下雷州嘅海鹽炒熱後放入砂鍋，將貴州土產嘅雞肉燜熟，再同雲貴高原嘅雞葱菌撈勻，一味菜混合咗唔同嘅地域風味，成就咗新嘅粵菜體驗。香料木薑子喺研壓瞬間迸發芳香，只需幾滴混入橙汁裏面做成冰沙，為清淡嘅海膽帶嚟酸甜麻辣嘅雪糕口感。現代物流飛速化哈，整個冷鏈系統打破了這樣的一個界限，會呈現更豐富的餐桌。這個碗窯是羊的碗窯，是那天從山上帶回來的。碗窯在貴州用的挺少的哈。用動物網油果魚清蒸係粵菜裏面嘅古老手法。貴州土特產糟辣椒搭配脂香浸潤嘅南極鱈魚，似乎都得。羊碗窯嚟包這個魚，我第一次做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成功還是失敗，但是我願意去探索。來餐，一，哎呀，
朋友經常笑宋德新係最唔似廚師嘅廚師，但正係攝影、繪畫同廚藝之間嘅藝術通感，令宋德新吸取西南天地靈氣，喺味覺領域開疆拓土，常學常新。